可是在私人的心理治疗诊所的话呢，有些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他们需要自费。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意愿上的要求会更高，就是你要更愿意投入这一件事情。了解。然后Welcome to Heart to Heart Dialogue. I'm Candy Yap, your host, where we connect hearts through meaningful dialogues. And 今天我们有一个很好的嘉宾，其实我一直都很想请的一个角色，其实他就是 Wing, a psychologist. Hello， 谢谢 Wing agree to 来这个 Heart to Heart Dialogue. 然后 again 谢谢你愿意做这个就是 unscripted 的这个 podcast, so 今天我们就是 go with the flow. Alright, Wing 你可以跟 audience 介绍一下你自己啊，你在这一行多久了？然后你其实在 psychology 这一方面你是比较专注在做哪一个方面？大家好，我是 Wing， 然后我是一名临床心理师，或者就是英文是叫 clinical psychologist。然后我在这一行大概是从我24、25岁到现在已经就是接近快要9到10年的时间。然后之前的工作经验呢，当然有在就是公立医院，就是 public sector 的 hospital setting，然后到 polyclinic setting，就是一个比较社区的诊所的这样子的一个工作环境。然后呢，大概在3年前，然后我就进入到了就是 private center，就是从公立然后走到私立的那个心理治疗的诊所。然后目前就是在一个私人的心理治疗诊所里面呢，担任临床心理师和心理治疗师的工作。哇呀，然后现在当然很多会做个人的心理咨询，但是也会有很多时候是会遇到伴侣咨商，然后在以前公立的时候会比较多看到家庭的咨商，但是呢，因为来到了私立，就是私人的心理诊所呢，很少就会有整个家庭。是愿意来到就是心理咨商里面就一起和家庭来做心理治疗的。为什么呢？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差距？因为以往在就是公立单位在 public sector 的时候，有些时候是因为医生，或者说因为这个 patient 这个病人的问题是有牵涉到家庭成员。那当我们在一个怎么说呢，就是比较 authority 的那个 set up 里面去邀请他们说，邀请的家人过来的时候，家人好像会因为你是医生，然后就你是在医院工作的，然后就因为有这样的既定印象，他们会更加愿意的就是来到那个治疗房，就是治疗的房间里面和我们一起去做这个工作，就会比较愿意听话。对，可是在私人的心理治疗诊所的话呢，有些时候会面临一些挑战，因为他们需要自费。就是对于他们自己本身的意愿上的要求会更高，就是你要更愿意投入这一件事情，了解，然后你才会再来到就是私人的心理诊所那里去做这个工作。所以我在大概2、3年前进入了私人的心理诊所过后，相对的这样的类型的个案就会少了一些。但是 interestingly，就是年轻一点的个案，个人的心理咨商，然后那一个伴侣咨商，有在过去的几年就有更多的趋势。就是说其实现在可能是 after COVID，对，所以 actually 人就会开始去意识到mental health 这个东西。OK，before 我们 deep dive into 更多的问题，我很好奇，就是 Wing， 为什么你会选择做psychologist？这个问题被问了很多次一定要问对，尤其是就是在任何场合，只要你跟别人说你是做心理治疗的，或者说是一个 psychologist， 就基本上大家都会对这个选择感到很好奇。然后我
我进入这个行业，纯粹就只是因为我有一颗我觉得非常想要帮助别人的心，而且我也认为人是可以改变的。哦、yes， 不管你是从什么背景、什么样子的困境里面，对，我的人生的信念有一个很重要的支撑我一路走来，就是你相信人都有成长的渴望，是，然后都有想要改变的渴望，是的。所以这样子的一个动力，我觉得在我可能大学的时期就一直推动跟引领我往这个方向去发展。哦，我想分享一下，因为其实我从小到大，我的人生哲学，因为我们每个人都一定会有人生哲学，所以我人生的哲学其中一个 part 也是被我的宗教有影响，就是我的佛教的那个教学那边有影响的，就是我也是相信每一个人的生命里面，其实都有那个佛性，就是佛性听起来是很哇，好像很大的东西，可是其实不是的，它纯粹就是说每个人的心里面都有想要帮助别人的心，都想要有成为好人的那个心，所以就是说每个人其实都有能力去改变，都可以去改变，对，哦呀，我们有一个小小的共同点，是的，其实我以前啊是有曾经在读中学的时候是有曾经有想过，可能可以去读心理，就是心理系相关的，对，可是后来也没有了啦。那其实然后I need to confess 啊，就是我其实一直以来我就讲说，哇，我找的老公啊，不可以是心理学家，你知道吗？就是这个我是想问你的，就是因为我会 I mean as a layman 我会觉得，哎呦，跟 psychologist 做朋友很 stress 或者跟 psychologist 拍拖啊，成为老公老婆会很 stress 哇。你现在可能会用一些技巧啊，读 test 还是什么，所以你可以 share 一下这一个方面的 misconception。我要谢谢 Candy 说是 misconception，因为我觉得很多人可能在和心理治疗师或者心理师做朋友有一点压力，是你很怕被看穿，是，但是我会说这个东西真的是迷思就是心理师没有那个雷射眼，就是可以直接看穿你。但是心理师的训练跟我们的培养，我们的学习，确实是给了我们更多的方式跟渠道，去理解，这个人他在说这一个话，或者他在呈现这样子的肢体的时候，可能他想要传达的信息是什么？就是我们的专业的培训，让我们对于人与人之间的互动有更多的敏感度，有更多的渠道去认识和了解这个人，但是他没有那个，你知道，就直接让你就是看透那个人的能力。我觉得这个也是一个很美妙的地方，因为人与人之间真的要达到互相的理解，你觉得心跟心之间能够更靠近，不管是心理师也好，还是任何的存在，都还是要有一个互相的陪伴，以及相处的过程。是我们有的东西就只是一个预设。OK， 就是一个你的 assumption， 你可以有 assumption， 可是不会让那个 assumption 变成是你的 final judgment， 就是你对这个人的那个终结的那个批判。那我就想问一下因为我们会有 professional hazard 嘛，就是我们有自己的就是职业病，你知道，就是这样，就是 as a psychologist， 就是你们会不会有职业病说？比如说我们现在去到一个 networking 的setting，你们会不会很自然的那个 assumption 就会先出来，可是你们会不会 consciously 的说，我们可能就先放下这个东西，然后我们就先顺其自然的交朋友？我会说可能在我 career 早期一点就是可能在我前面的2-3年，因为当我去一个 networking session， 我的 title， 我被 invite， 我被邀请去的身份是一个心理师，是。那我还是算是职场菜鸟吧，就前面的2-3年，然后你就要被冠上这个 title，你会在那样的场合，确实像 Candy 说的，你会就是很容易有那个 assumption 出来，因为我的内心里面有一些焦虑，我想要就是做那个
你知道很专业的那个形象，所以会更加的难去 aware。去意识到自己的 assumption，有些时候可能就在这样的场合，我会说，让自己的专业的形象，制造了更多自己内在的焦虑。可是这个东西我觉得很积极的看待，就是它真的需要时间的成熟，然后你在慢慢的时间的流动，然后你自己的成长，你的专业工作、专业的生活的整个成长起来之后，你就发现到其实就还好，就是你和你的专业身份可以和平共处。它不会是一个好像假假的感觉，like you don't fake it。Yes， 就以前可能会觉得，我要 fake it，right？ 因为我是一个 psychologist， 我一定要给 the best textbook answer。Yes， 我一定要给最棒的 suggestion， 而且我给的就是你一定要的，就是对自己会有那种要求。可是确实有些东西是你需要时间的沉淀，也需要时间的成长，是，然后来到现在这个状态，或者说来到现在我的这一个阶段，那我可能就会放松很多。因为我觉得心理师这一个身份，它不是 define me entirely。哇，它是我工作上很重要的部分，而且我也超爱这一个身份的。是，可是当我在和别人接触的时候，我的 professional self is a part of it. Yes, I also feel more comfortable to invite my personal self. Yes， 就是它可以有一个健康的 integration 这样子的融合，所以现在的话，如果去 networking session，我觉得会放心很多。就是我自己和我的专业身份，我们终于可以平行在一起，就不会是说我的心理师的身份要走在我的前面，然后我就硬是要去假装。对，因为它会有一个 gap。Yes， 就不懂，除非可能我做演员吧，我不知道演员会不会有一个不一样的体验，因为你的信念感可能很强，你就是在那个角色里面。可是我觉得在真实人生里面，我们每个人都有工作，然后你也可能是别人的 partners， 然后是别人的老公老婆等等的。对，所以你很难就是一直处在一种某一个固定的角色里面出不来。所以其实从 Wing 你的 sharing 我可以学到就是actually 在我们每个人的职场生活中，我们都有一个角色。对，所以其实我们最重要的是 integration，就是我们的专业跟我们真正的性格去 integrate， 对，就是自在的做自己。我非常赞同这个因为我在 finance 也做了8年了嘛。一开始我也是像你这样的，就是一直想说，要给别人知道说我很专业，所以可能去到哪里都会尽量去说一些 finance 的知识还是什么。可是现在越来越久了，我觉得不需要，反正 it's in the blood 了，已经在血液里面了，连呼吸都是这个东西，你知道吗？所以我就一开始去让自己 explore 别的东西，比如说健康方面的知识啊，这些其他方面的东西，提升自己，就想要让自己做一个真正自己想要成为的人。然后现在以前我可能会特别介意说，可能人家没有介绍我 as 一个 financial consultant。但是现在其实我也不管我的 friend 要怎么介绍我也好，他们要介绍我 as 一个 ex lawyer 啦，还是什么image 啦，搞美丽的啦，event 啦，做 podcast 啦，其实我也不管了，因为反正这些它其实都是我的一个身份，反正他就是我嘛，我就是他们，好，谢谢分享。所以其实这个学会了，就是我们要 integrate 自己的专业跟自己。就总是我觉得可能尤其成年人，你总是需要在你花很多时间的这个工作上面的身份，和你自己本身的人生，要有一个连结，它很难就是完全的区分开来。又或者有些成年人可能是比如说我是律师来说，那我下班了之后，我也在律师的状态，就是我没有，就是你知道一个很健康的，这个会很精神紧绷对，但是这个东西其实非常常见，尤其我觉得在新加坡这个高度压力的那个社会氛围底下，我们非常注重我们工作的效率，你的 effectiveness， 你能做一个有效的人吗？对你的头脑。一天8个小时，
你都一直沉浸在一个这样的节奏里面。我觉得应该一天20个小时都沉浸在里面，可能只有4个小时在睡觉的时候，可能还会梦到。对，就比如说好像有一些个案，就是我的一些就是client， 他们来到，可能他们会抱着一些。有些时候是好奇的态度，有些时候是怀疑的态度。就是来到这里，然后我们花这1个小时谈论他自己，然后他最后可能会说，说了这么多，然后呢，有什么解决方法？就是他，我觉得可能很 interesting 的一个地方，就现代人越来越难去有一个以理解为前提的对话。更多的时候，我在用我的语言，或者说，我今天要跟你交流，我们的对话一定是要有效的，一定是要输出一些价值，要 export 一些 value，就是那个 purpose 很强烈，就是太过有目的性的去做一件事情。对对对。可是其实像 Wing 说的，以理解为前提，其实基本上。Maybe I'm wrong， 是不是意思就是说我不要带有任何的想法去来到这个对话，然后这样子去了解对方，就是一个空的心态，去进入到这个对话里面，是这样子吗？是这样的意思吗？如果是回到我的职业，或者说我平常的工作，有很大的一个部分，当然是你希望用这个时间来了解自己。是我们来到諮商的一个最大的目的啊。可是如果你是带着满满的杯子，就是你可能还沉浸在那个我需要有一个绝对有效，或者是绝对 efficient 的对话，太过压力了。对，就不是一个空杯的状态，重新的去看看说你的关系是不是发生了一些事情，还是你的工作发生了一些事情，让你现在觉得自己是卡住的，自己是不舒服的。对呀，就我觉得可能可以鼓励更多的人可以更加的积极的看待，以理解为前提的对话，对，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它不一定是终点齁。但是你没有了这个起点，你要达到那一个终点会更加的困难。所以 Wing 你说的就是以理解为前提的对话，就是以一个空杯的心态，先去做一个起点，去更加认识自己，或者认识身边的这个伴侣。比如说我今天来咨询是我跟我伴侣之间的感情的问题的话，OK 呀，其实都是自己的期待，是的，都在害死自己吧，就是这样子。然后我刚刚其实有想问一个事情，就是你的个案里面有没有人格分裂症？这个我会说有过这样的经验，但是也很看你怎么 define 那个人格分裂。我们是从说病态的角度去看，就是你有真的被诊断。你有人格分裂这一个症，还是说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的状态里面有分裂的这个状态啊？因为如果我们是从临床上 clinically 你要去诊断一个人有没有人格分裂，当然我们会有那个 list，还有那个专业的一些判断，会确定说，你到底有没有这个问题。那以往呢，如果是我在医院的工作，那肯定会遇上这样子的类型的个案。但是如果你说，可能我目前的这个工作的 setting 是在 private setting，那我们可能更少的去做这种 label 因为我相对的比较，你需要到 label 代表说你的整个症状的呈现是非常严重的了，你已经没办法自主的去掌控你自己的人格的这个 switch。那在那种情况底下，你需要 receive 的 care 是不一样的。那为什么会在医院里面，可能你会更加的容易看到这样子的类型的patient 或者是个案，可是今天如果我们是在一个 private psychology setting， 就是不一样的 setting， 我们遇到的个案以及状况都不同。那我现在的工作环境底下，我觉得更有趣的是探讨我们一般普通人的心理里面有没有这样的分裂的状态啊？比如说，如果再简单一点说，就是你可以把自己的 self talk
maybe between 你的一个很 parent 的 voice， 很 adult rational adult 的 voice， 或者一个很 child 的voice，你说诶，我们在探索自己内在的这个自我对话，有不一样的类型的对话模式可能会呈现，那这种算是一个分裂吗？这算是你的不一样的人格吗？就其实照理来说，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有这个分裂的这个人格在里面啊。对，因为一定会有 parent， 一定会有 inner child， 跟现在的自己在对话的，或者一个 devil， 对，然后一个 angel 一定会有的。对，或者各种情绪的，可能看我们要怎么分类啦。好像比如说刚才我们在说，诶，你有一个大人的声音，有小孩声音，有爸爸妈妈的声音，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会用情绪来分类。你一个非常焦虑的声音在说，一个很伤心的声音在说，然后一个很疯狂、很开心的人在说。所以我们其实每个人就是正常的人的心理本来就有这种情绪的这种分裂，情绪上面，或者说各种不一样的分裂的状态。可是它当然和我们说已经生病了，你的分裂是无法就是在自己的掌控里面的时候，那一种情况底下，当然你就需要去寻求就是专业的医疗帮助。对，就是一般情况，好像我们日常人，我们都还是会有，就很正常啊。但是他应该 switch off 的时候，他会 switch off， 然后对我们有能力，对自己还是有那个自主权，还是可以控制这个内在的声音的。对呀，那其实这样子来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应该要意识到，其实就很简单的，就只是跟自己说，其实我有这些声音，其实很正常。就是也没有什么好恐怖的，因为就是自己，只是说我们要怎么去和平的共处，跟这个声音，其实就是，我们要看啦，就是不要被这个东西去影响我们。是的。那这个情绪正常的情绪分裂啊，这些人格分裂，其实它，因为我自己本身有好一些身边的朋友，他们其实都就是在家庭啊，就是要么就是可能跟孩子很难沟通。就孩子很难听他的话，就孩子叛逆啊，不是叛逆的话，就是完全也不回答他，然后不然就是可能夫妻之间的沟通其实的确有问题，是家庭方面的感情，其实这个整个的事情跟我只是这样好奇的问啦，跟这个性格里面的分裂，其实有间接或者直接的那个连接吗？或者影响？我会说是有的耶。因为我们在不一样的关系里面，我们肯定要扮演不一样的角色。只要有关系，你就一定会有那个角色的期待会进来。比如说我在亲子关系里面，如果我是妈妈，那我会有我对妈妈的理解。妈妈是要怎么样的？妈妈应该要讲什么？应该要做什么？就是我自己会有对这个方面的理解。那当我是妈妈的时候，我就很自然的会顺着这一条路去做一个妈妈。那我在孩子，如果今天我是孩子的身份，那我也会对我是孩子有一个想象，有一个期待，我就扮演我是孩子的那一个位置，可能我会怎么想，我会怎么感受这件事情。所以我们说，它怎么样间接的和这一个分裂有关系？或者我不懂分裂会不会是现在我们要形容的，但是我会说，我们的内心里面有很多的面向，你有很多的 facets， 对，然后这些 facet 都会在你的不一样的关系当中被 mobilize，被调动出来。可能我在亲子关系我调动的是这个 part， 但是我在亲密关系我调动的是这个 part，然后我在工作的关系里面我调动的是这一个，所以不一样的我，在扮演不一样的角色的时候，可能它都会让你意识到你自己的不同，然后你发现到自己的不同的时候，当然也有很多人可能会继续的问这个问题，就是那我到底是谁？我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啊？因为我在这里可能是这样子的，我在那里又这样子的，然后到处又有委屈，所以人的心理是一个很复杂的过程。
那这个复杂的过程当中，可能有很多的机会，可以让我们去更加的认识我们自己的存在。那认识了以后，怎么样子去 integrate？就是怎么样子去有一个更大的、更 wholesome 对自己的理解。那这个部分是在我的专业工作或者我专业的生活里面，经常会需要和我的 client 和我的个案去讨论和探讨的。但回到关系那里的时候，我觉得关系是一件能够让你更加理解和认识你自己很重要很重要的一个管道。关系就是比如说我跟我的伴侣的关系，我跟我的孩子的关系。对，尤其现代人就是我们至少要扮演至少4-5种关系耶。就是日常里面 对吧？就我们自己肯定是父母亲的孩子，是。然后你可能尤其大人，我们有工作关系，是。然后我们也有就是伴侣关系，我们如果有孩子的家庭，你也可能就是要有亲子关系，是。然后我们有朋友，对朋友，然后我们还有朋友关系。然后如果再拉一层，就是心理治疗师会很有兴趣的，就是我们和自己的关系。哇，这个 interesting 呀，所以我们其实每一个人在我们的日常或者在这个人生里面都有需要经历的很多很多不一样的关系，然后在这个关系当中能够更加的从不一样的视角里面去认识我们自己。哇哦，我总结一下Wing讲的，其实因为我大概用我的小小的脑子summarize 一下，行，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扮演着至少6个角色，职场，身为孩子，身为就是伴侣，然后家里有小孩，然后朋友，还有一个跟自己的关系。对，如果有兄弟姐妹还可以再加，对，然后或者是如果有在社会上有贡献的，可能一个 public image， 对，也是一个关系。对，哇，那其实。人挺忙的，对吧？这样子想一想，就是我一天到底要，就是你知道一直在哪里跑来跑去。那其实我想问 Wing 的就是，out of 这样多个关系，你觉得哪3个关系？其实我不要说3个啦，可能最重要的关系其实应该是哪个？我觉得可能如果很 specifically，每一个人肯定有我们自己的 priority， 是我们的排序，觉得说，对你来说最重要的。可是我接下来的回答会是我整合，就是除了工作啊，当然还有我自己的生活的体验。那我会说最重要的关系呢，我认为一定是你跟你自己的关系，是尤其是成年人，是。然后第2是你的亲密关系。我跟我的伴侣，对，你跟你的伴侣之间的关系，我觉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当然，如果是有孩子的家庭，那我会说亲子关系就接下来是很重要的啦。如果不是亲子关系的话，可能就是你自己和你的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我跟我的父母亲或者我的兄弟姐妹。是的，那其实我想问，就为什么会是这个排序？为什么是？自己我很赞同是自己，那就是为什么后来是先伴侣，然后再来亲子呢？就是可以解释一下。我会先排伴侣，然后到亲子。OK，因为如果我们看就是成年人的生活，我们跟自己的关系肯定是要排第一，因为我认为了解自己是，不单单是成年人，我觉得是人本身一生。很重要的，而且是需要用一生去探索跟学习的，因为每一个我们的20跟我们的30和我们的10岁，然后到未来的可能50、60，我们的状态都会不一样。是，所以我觉得自己和自己在一起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记得之前在看过 Candy 的另外一个 podcast 有说，我们没有办法 predict 身边的人什么时候可能会走。甚至可能我自己会离开这个世界，但是我们非常能确定的一件事情是，你自己跟你自己的存在，是紧密的，是，并且是一生的，是。所以这个关系，我认为，不管是我个人的体验，还是我的专业工作来说，我都觉得这一个部分是最
重要的，排第一，我们需要花这个时间跟精力去探索的。那排下来是伴侣关系，那我会从成年人的角度切入，所以我会说伴侣关系很重要。为什么？因为伴侣是我们选择的家人。我们本身原本的家庭是我们没办法选的可是伴侣很 interesting， 是我们选的，也对，我们选择让那个人进入我们的人生里面，并且和他共生。是。刚才我们说，本来我和我自己活得还挺好嘛，对，但是如果我去选择一个伴侣，我选择男朋友或者一个老公，那我是要去让这个人非常紧密的进入我的人生里面。是，那这个人跟你的关系当然很重要。这个也是很多人，我觉得就是尤其是现代社会上，因为我们现在的生活的状态以及婚姻的整个期待以及结构可能都不一样了。是我们跟父母那一辈，我们才差一个 generation， 但是我们对于现代的婚姻观以及父母亲的婚姻观，其实整个距离都拉得很开了。所以亲密关系，我认为是成年人排下来，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 area。然后这个东西下来，就到你的亲子关系，你可以说就是没得选的嘛。不管是我有孩子，还是我是别人的孩子，对，我无法选择，对，谁会来到我的人生里面。那这些人是你至少血缘上，不可分割。虽然心理上我们可以因为受到创伤或者伤害，我们可能心理上可以跟这个人做一个切割，可是血缘上的关系，我们先天的对是无法割舍的一个联系。那这个部分是人生当中，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无奈，是，但是我觉得如果从一个成长的心态跟面向来看待这个部分，你无法掌控的关系当中给你的这个刺激，给你的学习，在你这一辈子里面的功课，以及当中可能会有的议题，是，也当然是我觉得非常有趣的探索。对，就你不觉得你不觉得很 interesting？ 就是 as 你这样子解释的时候，我突然间有一个 bigger picture， 就是人生就是很有趣的。第一方面就是我当然不能选，我就是自己啦。那我跟我家人不能选，好坏也是就是注定的啦。是的，但是我能选的就是我的伴侣。对，可是很多时候可能我冥冥中选的伴侣就是还要让自己在受苦。然后可是这个人我们又可以把他切换掉，随时可以再 replace 过。是的，就是我觉得很 interesting， 就是这个人生我可以讲，你要说不公平也可以，但是你要说他挺公平的也可以，因为我们跟伴侣就是再来第二个就是重要的人了嘛。因为孩子会长大，会独立，但是我跟我的伴侣，就是虽然我们都没有办法就是永远陪着彼此，因为谁先死我也不知道，可是他怎样都说一定是陪我到老的那个人。所以挺公平的，就是完全可能就是跟着自己跟自己的关系有多亲密。后来我选的伴侣其实就是一个怎样的人？我觉得你非常完美的，就是在你刚才的这个体验当中就说了，我们有一句老话说天无绝人之路。是你知道就是可能我们觉得很多的家庭关系啊，还是甚至可能是各种各样，你觉得我没有办法逃脱的，你无法掌控的，好像就是对人生很绝望，是尤其是不如意的时候。但是其实你说人生有没有出口？是有的，老天关了一扇窗，还是给你一个门之类，就是其实一直人生都会有一个出口，而我们的亲密关系，它在我们的人生里面，不管是自己和这个爱人亲密关系里面，它都是一个很重要的出口。但是也因为它是这个出口，我们很容易把自己的那些 unfinished business，就是我们 unfulfilled 的，我们的人生当中其他的关系没有得到的，很自然的就会加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说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自我做情绪的处理，我们可能就会把其他的面向，可能在工作啊，对，在这个社会上的一些委屈什么，就可能真的会反映在这些亲密的关系，这3个最重要的关系上面，是吧？对，
尤其亲密关系所体验到的那个压力，跟那个 tension，又有一些不同，因为是我可以换的嘛，像你说，我可以选择的嘛。是，那我可以选择的话，我做的选择，但是如果他又让我痛苦的时候，哇！那个 complexity， 对，那个复杂性简直就是人的脑，基本上我觉得 cognitively 就是在你的认知里面根本处理不来，真的在认知以外了。对，他已经在认知以外。或者我最近听到一个 podcast，就是另外一个我也非常喜欢的心理咨商师，那他说那个主持人问他，那你觉得就是人与人之间，尤其是亲密关系里面会互相的吸引，通常是因为什么原因是不是因为我就觉得我很喜欢他，他长得很帅还是他很有钱，还是很有权，很爱你等等的，是各种原因，是不是因为这样子我们就会去吸引到我们吸引到的人？可是呢，心理师的回答很妙哦，他说很多时候其实我们和伴侣之间互相吸引。很大的一个原因，反而是因为我们的阴暗面是因为你内心里面有的这一个 shadow， 对你没有的这些东西，你在这个人身上看到了，然后你才被吸引的。不过呢，这个黑暗面，这个 shadow。包装很不一样，是那个包装是很漂亮的，比如说，你觉得他很帅，他很 man，就是他能够照顾我的感觉。可是你一进去了，你一方面又喜欢被照顾，一方面你又很讨厌，就是人就是犯贱，有时候。对对对，所以亲密关系能够。有很多很可爱的，我觉得很有趣的面向可以去探索。说，你为什么会在这个关系里面？是，那你喜欢他什么？然后你最终可能跟他遇到最大的问题以及 conflict 的点又是什么？就是 Wing 你刚刚说的，就是很 interesting， 就是那个黑暗面这个血流。我刚笑的是因为我跟我老公是一个极简的人，minimalist， 我呢就是 maximalist。就是也可能因为我是最小的嘛，所以我家里可能有时候东西我就会摆的不是很整齐，或者也蛮好一些东西。然后有一次他就跟我投诉的时候，我就因为我也很厉害吵架，我就跟他说，你不要想我说你的内心肯定也有渴望你要乱一下子，所以你才会喜欢我这一点的，就是你渴望乱，可是你又乱不下去，所以你选了一个伴侣是偶尔有一点乱的，你知道，就是可是我觉得没有啦，这个只是开玩笑啦。可是我是觉得我只是纯粹为了吵架而顶他，就是可是我觉得其实我真的确是赞同 Wing 你说的，因为很多时候比如说我内心的黑暗。就比如说我可能越不想找到类似这样的伴侣，可能我反而会越被这一些人吸引。是有这样的一个心理吧。是的。然后其实我也想说，就是你看就是我们像 Wing 你刚刚讲的这些，我就领悟到说，其实比如说我们没有办法处理其他的情绪嘛，所以我们就可能会让我们身边很亲的人去承受这些压力。这样子的话 all the more 其实我们要做的是跟自己的关系再更好嘛，就是说我就更加了解我自己这样我就知道我其实什么状况下我可以更好的控制自己。或者我可以帮你 modify 一下，当你更加的清楚你自己的时候，你更能够懂得你自己的资源在哪里，你的 psychological resource， 你的 比如说呢，包括你的 limit，就是我觉得我可以给的是什么，然后我不能给的是什么。当我有花时间去跟我自己在一起，或者是去做这样子的了解的时候，你在亲密关系里面，你更能够自在。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喜欢用那个字，就是我可以 control。或者我可以 manage 那个 situation，我可以去处理这个东西。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个人不太喜欢，可能就 control 或者 manage。我觉得可能有一点强势那个。对，因为他有压抑的感受。我听到这个字的时候，我会有一种 it doesn't feel
the most comfortable。对，我也这样觉得。对，所以如果一个人认识自己，这个东西是为了要去让你在你的亲密关系里面得到自在，也包括就是对方能够更多的理解你。是，比如说我们在伴侣諮商里面蛮 popular 的一个 approach 叫做Gottman Couple Therapy。So Gottman 它是怎么 spell？ 就是 Gottman。 Gottman 和他的太太我忘了 Gottman 是什么了，但是他们就是很长期的研究幸福 couple 幸福的那一个秘诀到底是什么，然后他们出了很多的书，是很多很多 couple therapists 的基本上就是其中一个必读圣经啦。然后在这一本必读圣经里面就有提到就是solve your problem with your partner。 那这个东西是我在读的时候我觉得很有趣，因为它里面写，在研究里面显示，我们能够在伴侣关系里面解决的问题只有30%，基本上有接近70%无法解决，无法通过伴侣去解决自己的问题。或者说就是我们两个人的 conflict，有70% 是无法解决的。我们可能决定在一起，这一辈子我们都会要 live with 这个70% 的 conflict。 哇，这个 statistic 很好。对，因为原来有这么多的成分是关于我们自己。我们不太想要让我们的伴侣改变，对，我们也不太想要为他改变。是我愿意为你做的，可能如果我们拿这个数据来 draw 那个 parallel， 就是我可能愿意为你改变的就是这30%，我觉得我可以做到。对，我也觉得做起来不一定很喜欢，可是还是 comfortable。对，我对你有爱，就是我愿意，因为对别人是 0%。对，可是那70%要怎么办呢？那在 couple therapy 里面，这78%要怎么办？自己，我觉得是伴侣自己吧，就是比如说我老公就是愿意做这30%，其实我个人认为可能我maybe I'm wrong， 我觉得是自己如何跟自己去和解。一方面就是自己和自己的工作要到位，另外一方面就是我和你之间，我们两个亲密关系，我们能不能够 develop 那个理解跟包容？理解 is understanding and embracement 是 that will make the relationship continue to hold strong to each other. Yes. For the 70% of differences, yes, or you can name it conflict. Yes. 我跟你不一样的地方，我觉得 differences 吧。对，我很喜欢差异这个字来形容，就是我们两个人之间没办法解决的问题。那这个差异的 solution 是什么？如果我们说尝试要去找这一个解决的方式，we cannot do anything to mend it because 这个 differences 的 solution 是理解，是包容。是明白人有多么的 imperfect， 我们的人，我们自己是一个 flawed 的存在，但是这个 flawed， 这个 differences didn't stop us from loving each other， 这个东西才是 the key to a long-lasting relationship。哇，这个很感动诶，听了。如何在我们的亲密关系之间，对对方的爱和包容，也能够回馈给你自己？是，其实简单的说，就是对我选择爱你，有70% 的 differences 我们没有办法去改变，可是也是因为我爱你，所以我选择放下自我，我选择去理解你，选择去了解你，去包容你的不一样。是的，哇，这个好美哦。如果再回来，好像刚才 Candy 说，可能回到比较佛教的其中一个 concept 里面叫无我，是对，我中有你，你中有我，对，这个在亲密关系里面就是一个我觉得很 relevant。是呀，然后你在这个过程中跟你之间慢慢的那个很清楚的 boundary，differentiate between me and you， 会在这个过程中你会发现到，当你能够真心的包容和理解，对，给出你的 compassion， 是，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给出你的慈悲之心的时候，是，你我之间的界限就不再那么清楚了。是，那
不再那么清楚的时候，它让我能够更加的 appreciate 这个 relationship 这个存在，有我以外的一个人，他愿意做这件事情，他能够成为那一个 maybe technically 就是 psychologist 可能会说，它是一个 unconditional 的 presence，它是无条件的一个爱，是让你知道说，不管怎么样，你都是被爱的。是，比如说刚才 Candy 你提到你的 example， 就是你跟你的老公可能就是你不要 complain 我乱，搞不好你心里也很想乱，就是你会可能跟他就是刚好就你知道就故意这样子斗一下。那我在你的这个 example 里面，我感受到了什么呢？我听到了什么？我觉得我听到的是 Candy， 其实你想要在逗他的过程当中，让他不舒服的过程当中，你依然也能够感受到被尊重、被包容以及被爱，这一个互动，如果你对方接得住你，是他能够更加的 strengthen 你被爱的感受，是这个是你们两个人之间的 language。哇哦，有些伴侣不行哦，你这样子跟我斗嘴是吧？他翻桌，对，就翻桌了，还是走人了，还是可能就是有很强烈的一个排斥感。对，那如果你遇到的是一个这样的状况，那你的心里就会更加的确定，这世界就是不会有人，喜欢我调皮捣蛋的那一面。对，我可能会对感情人与人之间的那个信任又更减少。是像我的前男友，我不可以这样子斗嘴的，就是我这样斗嘴的话，他真的会丢电话，会翻桌的。所以其实我以前也是不敢，真的，因为我的内心就是调皮的嘛，我就是喜欢顶嘴，喜欢斗嘴，就是很多奇奇怪怪的天马行空的想法。就是以前我都没办法做自己，然后是后来现在我真的会，就是会比较勇敢一点的做自己，会把它说出来。那其实 Win 我也想要问你的就是。因为我们刚刚聊到的东西哈，就是比较感觉很深奥，就是一定要对人性啊还是什么有一定的了解，就才会真的我们可以在那一个同步的去聊这个事情。那如果比如说像 audience 这样，我不知道 audience 有没有听到摸不着头脑。那如果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沟通这个部分嘛，就是说有没有什么技巧，就可能几个小妙招，就是教一教，就是 audience， 就是比如说他们现在可能跟自己的伴侣。我们先从伴侣，我觉得先从自己开始吧，就是他们要怎么样跟自己做沟通，怎么样更了解自己。我觉得有一个就是万年不败的练习，就是我认为 journal 是很重要的哦，就是一天下来。你只要花5分钟还是10分钟，就是在睡觉之前，还是你一天当中最平静的时刻，那你可能就手机还是拿一本 notebook 都可以，就写下来，你今天的经历下来，可能让你觉得印象最深刻的，或者让你觉得情绪最有起伏的那些事件，还是你遇到的什么人、什么事，你就把它写下来，那个是第一步。就你要有这个时间是一天坐下来问你自己，就是我今天发生了什么？一定要跟自己的，就是自己的时间。对，就是要有培养自己对自己的认识跟觉察的第一步，就知道你今天发生了什么。对，是你忙了可能10多个小时下来，你的头脑里面在这么累的情况底下还留下来的这些事件跟这一些人，在你的就是重要的，对，可能是你特别需要去记录一下，然后去整理一下的。这个肯定是你的第一步。OK 呀，然后如果是伴侣之间的话，当然如果可以，双方面的精神跟时间都允许的情况底下，我觉得有 regular 固定的 quality time，很重要。在这个部分上，那 Win 这个 quality time， 其实我也想问，要多 regular 才算是 healthy 的那个 frequency？ 这个很 depend。有些伴侣可能会说，我每天晚上2个人躺在床上的时候，那5到10分钟是重要的。但有些人可能会告诉我说，可能是1周有1个小时，我们去这个餐厅吃饭。然后可以在那边有1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品尝食物，可以聊天。有些人可能有孩子的家庭，可能1个月有1次就谢天又谢地。但是我会说，肯定很重要的是，
伴侣之间要一起去讨论跟决定。我们两个人可以有 quality time 去沟通的时间，而且在那个沟通的过程当中，我会 suggest 提议的那个比例是30%，而且是开始的30%，要说一说对对方的 appreciation。就是我们距离上一次跟这一次之间有这个 quality time 的时候，我想要特别跟你说，我很 appreciate 和肯定你。做了哪一件事情让我觉得 I feel love，就是这样的经验要先说然后后面的时间我们就开始进入 differences。OK， 就是可是除了那些事情，我们现在就要进行下一个讨论，是比较可能你会不太开心的或者我们现在要进入比较有挑战的。因为是我们可能不是很喜欢很舒服的那个 part，那后面也有这样的时间是 cultivate，培养彼此的那个理解。因为毕竟好像刚才我们说，我的今天可能跟明天就不一样，是就是可能我遇到一些人事物啊，我不是24小时跟我的伴侣在一起嘛，对，我工作啦，还是我其他的生活的方面，搞不好可能就发生了什么事情会改变我对于一些事情的感受跟想法。那我每一次都有花这个时间去和你说，这个东西可能我不是很喜欢了，是因为搞不好我以前蛮喜欢你吃苹果，但我现在看你吃苹果，我就是觉得好酸哦，干嘛买苹果？还是这样，就是 at least 有一个 update。对，就是你会意识到说人是会改变的，是，而且很多时候人是一个时空下的产物。你的感受跟你当时候的想法，很多的时候，你跟你的外在世界，你跟你的 external world 会一直 interact。对，所以它不可能是 stay the same， 不可能。比如说，我今天理解你了之后，然后我接下来10年都不用再跟你谈这个东西，它不是一个这样子的。10年我也老了。对，所以人是会不断的变化的。是呀，男生女生之间都一样。但是我会说，在大部分的亚洲男性的这个表达能力下呢，通常都会比较需要更多的 guidance 可能我会说，可能很多女性，当你要跟你的伴侣有一个这样子的时间，尤其是讨论一些 differences 的时候，可能我们尽量的要 exercise 我们的很耐心的那一个 part。对，是的而且有一个 time bound， 就是我们说1个小时来说，有一个固定的时间，我们谈到怎么样，这个时间就是结束的，有始有终，这个东西就比较能够允许我们去 hold 一个 either 好的或者是不好的 conversation。我们知道怎么样子去切断那个我们不想要的 energy。所以有一个这样子的固定的时间。长久来说，我会说，对于2个人的关系，会建立不一样的安全感。对，我完全可以赞同。可以赞同，就是说，我觉得 Win 在这个前提就是2个人去做这个沟通的前提，2个人一定要是像你说的，就是那个空杯的状态，以理解为前提。然后通常可能比较有挑战性的，就是在这个对话当中呢，就不可以用情绪勒索是这样子吗？是的，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能去做的？因为我觉得女生很多时候就比较情绪化。男生可能没有办法，就是世俗的眼光，就是我必须要承受。可是女人，如果当男人说你不可以这样，我觉得你这样子让我不舒服的时候，就是女生可不可以去理性的接受这个话题，然后再沟通，其实也是一个挑战。我觉得我也是女性我觉得有一个部分还蛮 tricky 的，就是女性的生理的结构本来就会让我们因为有经期这样子的一个过程呢，你的荷尔蒙确实是会对你的情绪上有一定的作用，就是你会有那个1个月里面 regular 的那个高低对，可是跟男性是有很大的区别的。如果我们在说生理上面去认识男女之间情绪的差异，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前提，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男生有些时候可能很难 follow 女性的节奏，尤其是在这个情绪的上上下下。是。那在理解了我们之间的这个差距之后，我觉得除了女性要去理解这件事情以外，我觉得也很鼓励更多的，如果有男性听众男性听众对也能够去更多的理解女性的这个情绪的上上下下，是一个很正常的过程，不是一个你需要过度的解读。就是你今天情绪不好，然后你不可以这样子做，就好像训练小朋友这样吗？就是哇，你有情绪就是非常糟糕的一件事情，right？ 你就恨不得就是我现在是一根手指指你，我长5根手指指你的感觉，就是我觉得男人自己要有一个这样子的 awareness， 就是对理解跟包容也是对，因为我觉得女性当然要理解男性跟我们之间的差别，而且我也认为女性有一个很重要的特质是，我们其实本来就有像土地般的包容力。是女性的特质里面有一个很重要，因为我们的身体准备好，我们可能会要去经历做妈妈。这样子的过程，你要 tolerate 那个 pain，就是女生是承载着可以孕育新生命的这样子的一个包容力。哇哦，我们其实都有，女性里面我们自己本身都有这个力量，所以当你知道你自己有这个力量的时候，你和你的老公还是另一半要沟通这一些事情，你问你自己说，我能不能够offer 我这样子的一个 patient 或者是包容，你知道他开始要指责我了，我能不能包容这个盘？就是我觉得女生当然可以包容，而且你可能如果暂时不可以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学的。是你要去发现你自己的这个部分的能力，培养它起来。是，但同时我觉得可能我也希望可以 offer 一个比较平衡的观点是，我认为男性的参与也很重要。你知道吗？因为刚好今天是我们2个女性在谈这件事情，我们缺了男人在这里，但是JM 是男人。但是我觉得可能男人也我觉得对未来非常期待的一个部分是有更多的男性愿意，因为我们现在的时代，我们现在的情感的关系和结构，你更愿意的去理解跟参与进来这个情绪的认识，是男女之间的差异，是那当你认识的越多，你理解的更多的时候，你更能够包容，因为你有包容的。你可以说 justification， 或者是那个 understanding， 说为什么我可能看到他就是非常情绪化的时候，我不会马上要去控制你，或者是指责你，是你这样子是不对的，是因为他也能够明白，对原来我们有这个差距，他也可以去 exercise 他自己的 patience。是男人可能比较不像说，我们很 motherly 的那一种 embracement， 可是男人他们有沉着的那一个能力。但男性的或者我们说阳性的力量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他能够攻，但他也要能够守。男生自己有自己能够沉得住或者沉稳的力量，他不一定是说马上就能够包容你。和女性可能会有一些这样子的差距。女性是比较可以 mobilize 我们的包容能力，就是it's okay， 我可以就是呵护你。可是男性他的 design 可能不是马上就是我要包容你，他可能是比较硬一点的，就是我要保护你，然后我要去攻了还是怎么样要不然另外一个判就是可能他是不需要去做 anything， 可是他要去 mobilize 的东西是他能够grounded， 能够 anchored， 能够 rooted， 就是它能够沉着的那个力量。哇，我觉得很好，就是我真的能够感受到，就是跟一个心理咨询师这个 psychologist 聊这一类型的这些 topic， 会有很不一样吗？真的有不一样，就是你的回答呢，就是因为你知道我们普通人去了解，就算我怎么了解，我那个词汇是到不了那个
那个境界的，就是因为用词很重要，因为专业训练是因为那个专业的素养对，因为你的用词词恰当的时候，我们就会被引导到去一个正确的方向。所以真的在你的就是说，比如说你解剖，类似刚刚我说我跟我老公吵架，我说的那句话，你那个解剖，如果是我们 layman 来讲的话，就只是说哦，你就只是想要他了解你。可是其实我真的也没有发现，其实我就是像你说的，想要他了解我的同时，也想要他就是可以被爱，对，可以被接纳，我就觉得哇，这个真的太不一样了吧！所以其实我其实也特别想跟就是 audience 说，其实像吴英刚有说，因为他在private sector 现在，其实我很认为就是现在的时代跟以前不一样了，就是说我们去找心理咨询师，不代表我们一定什么有精神问题啊、精神病什么的。我个人认为，就比如说像我这样的一个聊天，我没有特别针对我自己的问题，可是我自己感觉就我领悟到了挺多东西的。所以其实就是我认为就是我们那么繁忙的生活里面，如果假设我们想要维持一个跟自己更良好的关系，或者我们觉得跟伴侣有一个比较可能在沟通上面可能需要在有某就是可以有人去指导的话，其实会更好，就是把自己心中的一些 conflict 或者之前的 conflict 讲出来，然后比如说 Win 刚这样的一个解答，如果我老公听到的话，他又会不一样的想法了。哦，原来我老婆想要被接纳、被爱、被了解这样子的。所以其实我想要让听众知道的就是，我们的确需要去改变一下我们对心理咨询师或者我们去寻求心理治疗的这一个观念必须得改变。真的，因为它就是第一步，我们先去了解自己，然后再了解我们跟身边的人的这个小小的差异化。可是我的确觉得这小小的差异化的确可以促成很大的改变。哇，我觉得很感动，在听你说的时候，因为你刚才在讲你的感受的时候，我觉得我能够很有共鸣的一个地方是，我们对于人能够成长这一件事情的渴望是认为它很重要。我觉得这个 part 上面不管我今天是不是心理咨询师都好，我觉得我们两个人在这个部分上面是非常的一致的。是的。然后心理治疗是一个我会说最直接能够回应 respond to 我们的这个需要，是人的成长的渴望跟需要，它是一个最直接的管道。对于我来说，尤其它也是我的专业工作很大的一个部分。我发现到，就是这一件事情是很美好的，是你能够花这个时间，而且有成长渴望的人，是的，我会说，他更加能够在心理治疗的过程里面收获更大。对呀，是。尤其是有成长的需要，或者说有这样子的一个，如果有任何的听众也是和我们一样，觉得自己的人生的历程当中，你想要有更多的探索，是有更多的成长，是甚至可能是回顾你过往的来时路，你怎么会变成你今天这样子的一个状态？那这一些听众或者有一个这样子的心声的人，我会说你就特别适合，就是进入心理治疗的这样子的一个关系。因为真的倾诉的对象很重要。就比如说我们人在最脆弱的时候，当我们倾诉的对象，如果倾诉的对象是错误的对象，打毒针是特别容易的。是的，所以其实真的要在对的管道。那其实比如说 Win， 如果我们的就是我的就是听众啊什么的，他们可以怎么找到你？就是可能你有 IG 啊，还是 Facebook 啊，还是怎么联系你呢？我目前是有 IG 和那个 Facebook page，所以我待会可能可以 share with Candy。对，然后我们可以带你然后基本上可能你在 Google 上面就是 type 我的名字，full name，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找到。你可以 spell 一下你的 full name， 就是我的 full name 我姓陈，DAN 蛋，然后姓 Wing，SING WUING， 所以你可能直接打着 Dancing Wing 在 Google，你就会找到我在哪里有提供这个心理治疗的服务，然后就可以就是和我做联系，或者可能就是透过 social media， 像 Candy 说的，就是在 IG 上面或者是在 Facebook 上面也可以找到我。
那我before 我们 off 之前，我想要问 Wing， 就是你对我们的听众，比如说如果他们现在就是自己面临着一些跟自己的一些关系上的conflict， 或者自己跟伴侣的 conflict 也好，就是你有什么一个 advice 给他们？我觉得如果要给他们一个 advice， 我可能又要 modify 了我觉得可能很想给他们 encouragement，多过 advice。因为我觉得所有的人生的困境，只要你愿意，它都是暂时的。我很希望听到我的这个分享的每一个人，那一个人，你如果需要这一个鼓励的话，我很希望能够为你带来这样子的力量，让你相信说你任何目前发生的困境它都只是暂时的。如果你一个人处理不了，那当然你随时都可以往外看，是的，你身边有没有人还是任何的资源能够让你靠一下，是的，还是让你就是寻求帮助一下，没关系，就是你可以 reach out， 朋友可以信任的还是家人都行甚至如果你考虑心理治疗师也行，找一个你舒服你觉得适合的人去开展这一个就是疗愈你自己以及陪你自己疗伤成长的这样子的一段路程。是的，我相信人是可以改变的，所以所有的苦痛只要你愿意都是暂时的。对，是的呀，好好的去爱自己，把握住这个时刻，因为所有的苦痛当中，希望你都会能够收到来自苦痛给你的那一份礼物让你在你的生活里面有更多不一样的体验，然后也能够看到以及发现自己原来可以很不一样。真的psychology 说话就是那么的优美用词都好优美是的是的我今天真的收获很多，而且我也相信就是 audience 其实我脑子里面还有很多问题的，我很多问题想要问 OK so 我们再看有没有时间再请 Wing 上来吧，然后 audience 如果想要，因为我真的也真的感受到就是 Wing 是很真诚的，就是完全对我来说就是那个磁场是真的可以感受到的。谢谢 Wing， 今天谢谢 Candy， 对，谢谢呀，抱OK thank you 哎呦我们拍一张照片吧。好的Thank you for being part of this incredible dialogue. We hope this episode has inspired you to embrace heart-to-heart dialogue in your own life. If you love to share your stories with us, DM us, comment below, or use the hashtag #HTHDstories. Your voice matters, and we can't wait to listen and learn from you. If you enjoyed today's conversation, don't forget to subscribe and share this episode with your friends. Remember, every genuine conversation has the power to make a difference. Let's make an impact together. Till next time.